俄军基洛级潜艇被击毁，乌空军风暴阴影导弹第一视角曝光，泽连斯基证实收到 F-16， 美国陆军开始备战，海军也将重点放在了中东。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月2号宣布，乌克兰在被俄军占领的克里米亚成功摧毁了一艘俄罗斯潜艇和一套 S-400 防空系统。据报道，这次乌克兰导弹部队与乌克兰海军部队合作，严重损坏了 S-400 凯旋防空系统的4个发射器，以及俄黑海舰队的一艘基洛级潜艇。这艘潜艇呢，在塞瓦斯托波尔港口被成功击中，并当场沉没。来自乌克兰智库的分析人员通过卫星图像证明，一枚导弹击中了正在维修中的俄罗斯潜艇顿河畔罗斯托夫号。这艘潜艇呢，从2023年9月被风暴阴影导弹命中后呢，一直在塞瓦斯托波尔港口进行维修。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 B-237 罗斯托夫纳多努潜艇是黑海中能够使用口径巡航导弹的4艘俄罗斯基洛级潜艇之一。这艘潜艇在2014年12月26号投入使用，但是2023年9月13号遭到乌导弹袭击后严重受损。口径巡航导弹是俄罗斯研制的一系列高精度远程巡航导弹，能够从海上和陆上平台发射。这些导弹最初在2015年公开亮相，主要用于对地打击任务，能够攻击远距离的地面目标。口径巡航导弹的射程可达1500到2500公里，能够对远距离的目标进行精确打击。更重要的是，这些导弹也能够搭载核弹头，增强了其战略打击能力。因此，这次被乌克兰击毁的基洛级潜艇是一艘核攻击潜艇。基洛级潜艇是俄海军的主力常规动力潜艇，具备较高的静音能力和优异的打击能力。口径巡航导弹与潜艇的搭配使用，发挥了以下几个方面作用。口径导弹能够从远距离海域对乌克兰的关键军事设施、指挥中心和基础设施进行精准打击，削弱乌克兰的抵抗能力。由于口径导弹能够携带核弹头，这种潜在的核打击能力对乌克兰及其支持者形成了强大的威慑，迫使对方在军事行动和政治决策上更加谨慎。口径导弹能够从水下隐蔽发射，提升了攻击的突然性和不可预测性，使乌克兰难以预先防范。此外呢，潜艇的机动能力使得发射平台更难被发现和摧毁，确保了导弹发射的成功率。然而，就是这样一艘俄罗斯海军大杀器，却2度被乌克兰打击，最终被摧毁。就像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所强调的那样，顿河畔罗斯托夫号的毁灭再次证明了俄罗斯舰队在黑海的乌克兰领海中没有安全地方。这艘潜艇此前在去年9月13号晚间遭到了乌空军用风暴阴影巡航导弹的袭击，当时正在塞瓦斯托波尔海军造船厂的干船坞进行维修。公布的损坏照片显示，潜艇右舷有2个直径达数米的大洞，船头也有一个更大的洞。今年6月1号，又有照片显示，拖船在夜幕掩护下将潜艇从塞瓦斯托波尔海军造船厂的干船坞移到了黑海舰队的第13修船厂。该潜艇被隐藏在2个浮动车间之间，并用伪装网覆盖。但即便这样，乌军最终还是通过精准打击彻底地摧毁这艘潜艇。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从2战结束以来首艘在战争中被摧毁的潜艇。可以预见的是，从莫斯科号被摧毁后，俄罗斯已经失去了对于黑海的制海权。黑海制海权对俄罗斯在俄乌战争中的战略地位至关重要。这片海域不仅是俄罗斯南部的天然屏障，更是其通往地中海及全球航道的重要门户。控制黑海，俄罗斯能够有效封锁乌克兰的海上补给线，施加经济压力，并保障其海军在黑海及周边区域的自由行动。然而，如果俄罗斯失去黑海制海权，意味着俄罗斯在黑海周边的军事行动将受到限制，间接导致了俄罗斯南部战区的前哨站克里米亚完全失去掩护。乌克兰可以在任何时间攻击克里米亚的任何目标。曾经巨大的黑海舰队就像是一直被关在洗澡盆里的鲸鱼，只能慢慢的窒息而死。在经济上，俄罗斯的重要港口，比如塞瓦斯托波尔和新罗西斯克，将面临更大的安全风险和运营压力。通过黑海出口的能源和商品也可能受到阻碍，从而对俄罗斯经济造成重大影响。
8月4号，乌空军发布了一段视频，首次公开展示了风暴阴影巡航导弹的发射画面。这段视频发布在乌克兰空军的官方 Facebook 页面上。第一段显示了乌克兰战机突破俄防空区，成功发射了2枚导弹，这是使用英国狂风战机所使用的通用发射装置实现的。狂风战机在机身下方安装了通用发射装置，图中呢可以看到这一装置。这些发射装置安装在副控制台挂载点上，并且连接到了机载电源。视频的第二部分显示导弹以几秒钟的间隔发射，可能它们是对同一目标发射的。需要注意的是，根据之前美国欧洲空军司令透露的信息，风暴阴影导弹并没有集成到乌克兰飞机的武器控制系统中，因此在飞机起飞之前就进行了坐标输入、系统准备和测试。这也就是为什么乌克兰急需 F-16， 因为 F-16 可以兼容风暴阴影，并且能够在空中实现坐标更换以及更精确的定位。23年5月，英国和法国政府宣布向乌克兰提供这种导弹。24年4月，意大利也加入这一行列。同时，英国政府表示，风暴阴影导弹在乌克兰表现出了极高的效率，因此计划恢复生产。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正式宣布，乌克兰已经接收 F-16 战机，但是并没有说明这些 F-16 的数量以及具体来自哪个国家。不过，他特别感谢了丹麦、荷兰和美国。经济学人8月4号报道称，乌克兰迄今已经收到了10架 F-16，到2024年底，乌军应该能够驾驶20架 F-16，而北约国家承诺将向乌克兰提供79架战斗机。美国前驻欧洲陆军司令本霍奇斯表示，乌克兰的盟国未能派出足够的 F-16 战机来发挥作用，这是政府的政策决策，因为乌克兰飞行员的训练名额少得可怜。尽管如此， F-16 的到来也标志着建立北约标准空军的开始。霍奇斯强调， F-16 将乌克兰纳入到 F-16 发达的供应链，北约武器系统比如风暴阴影导弹在这些战机上使用更为有效，而不是用年代久远的米格和苏霍伊战机发动攻击。乌克兰的 F-16 还配备了 Link-16 战术数据链，实现安全通信和提高态势感知能力。虽然它可能数量不足，而且来得晚，但其重要性不应该被低估。德国前国防部参谋尼克兰格指出，俄罗斯将乌克兰的 F-16 战机视为优先目标，因此这些飞机被部署在带有地下或者是硬化避难所的分散地点。尽管 F-16 战机的到来对乌克兰防空起到了极大帮助，但也同时增大了防空压力，因为这些战机在乌克兰机场停驻时可能遭到俄罗斯的破坏。乌克兰飞行员配备了先进的 GHMCS 头盔瞄准具，无论头盔朝向如何，都可以根据视线方向进行瞄准射击。这些 F-16 还配备了由丹麦的 Tamar 公司生产的 AN/AAR-60V2 导弹发射检测预警系统，挂载了 AIM-9 和 AIM-120B 空导弹，预计今年年内将换装更先进的 AIM-120C8。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希尔斯基表示， F-16 加入乌军意味着将有更多的占领者被击落，俄罗斯的导弹和飞机将会被击落更多，这是乌克兰迈向胜利的重要一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战线。8月4号，哈尔科夫州北部的战斗持续进行，但前线没有明显变化。乌克兰和俄罗斯消息源均报道，哈尔科夫市以北、赫里伯克、利普奇和沃夫昌斯克等地仍在交战。部分俄罗斯军事博主称，乌克兰正在向哈尔科夫州北部调动额外预备队，并在赫里伯克和沃夫昌斯克附近进行轮换。乌克兰哈尔科夫集团军报告称，俄军在沃夫昌斯克北部阵地伤亡惨重，从第4志愿突击旅移交给第153坦克团。在卢甘斯克州，俄军继续沿着库皮扬斯克发动进攻，但未取得任何确认的进展。乌克兰总参谋部报告称，俄军在辛基夫卡、贝雷斯托夫、彼得罗巴夫利夫卡等地的地面袭击并未成功。在顿涅茨克州，俄军继续在西维尔斯克、上卡米扬斯克以及东南区域发动攻势。俄军在恰西夫亚尔附近的进攻没有明显变化。俄罗斯消息人士称，俄军正在清理新占领的阵地，并且在卡利尼夫卡和克里西夫卡等地推进。车臣领导人卡德罗夫发布的视频显示，车臣阿赫马特特种部队和俄第4摩托化步兵旅在恰西夫亚尔方向行动。8月4号，俄军在梅佐夫和伊万尼夫卡继续推进。
乌克兰旅发言人表示，俄军在该地区主要是依赖步兵战术。在赫尔松方向，俄军并没有显著动作，但是乌克兰的猛烈炮火和 FPV 无人机袭击阻止了俄军通过常规运输向赫尔松方向运送物资。根据五角大楼消息，美国陆军正在大规模的征兵，以应对可能爆发的冲突。随着招募人数增加，美国陆军将扩大其基础作战训练。新增的训练将于10月开始。俄克拉荷马州和密苏里州的新部队每年将培训多达4000名新兵。陆军训练和条令司令部运营负责人詹恩·瓦尔卡维奇准将表示，俄克拉荷马州的希尔堡和密苏里州的伦纳德伍德堡将各增加2个新的训练连。陆军领导层对今年实现55000名新兵的目标持乐观态度，并表示新兵的涌入迫使他们增加训练地点的数量。希尔堡和伦纳德伍德堡拥有足够的基础设施、军营和房间来容纳新单位，如果需要可以采取更多措施。虽然成本有限，但是陆军已经为维护、食物、人员配备和其他费用留下了预算空间。陆军部部长克里斯蒂娜·沃夫特表示，我很高兴地说，去年的征兵转型工作让我们能够完成今年的任务。明年有数千人等待基础训练，如果我们的招募人数不断提高，明年春天可能会进一步扩大。防务新闻指出，扩大训练是重振美军战斗力的重要手段，旨在更好地去应对俄罗斯或者伊朗等复杂对手。在过去的2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军方主要与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叛乱组织作战，而不是与另一个高科技能力更强的国家进行的全面战争。推动增长的原因之一呢，是成功的未来士兵预备课程。该课程从2022年8月在南卡罗来纳州杰克逊堡建立。作为一种促进入伍的新方式，该计划为表现不佳的新兵提供长达90天的学术或者健身指导，帮助他们达到军事训练，并且继续进行基础训练。该计划的创建被认为是陆军扭转几年来征兵短缺的关键原因。陆军目前是共有151个训练连，与佐治亚州的杰克逊堡和摩尔堡的新兵合作。此外呢，还有15个训练连被分配到预备课程。陆军领导层扩大了预备课程，预计本预算年度将招收近2万名新兵，到2025年这一总数将会激增。从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结束以来，美国军方的招募人数开始下降。低失业率、高薪企业工作和良好的福利待遇，使得在17到24岁的人中，只有23%的人在身体、心理和道德上有资格服役。随着传染病的流行，使得这些问题进一步放大，导致招聘人员无法在学校、博览会和其他公共活动中亲自与学生见面。2022年，陆军比其6万人的入伍目标少了15000人，其他军种呢不得不深入挖掘他们的延迟入伍候选人库，以满足招募人数。次年，美国陆海空军仍然是没有完成招募目标。可以见得，随着俄乌战争和中东局势逐渐向扩大化发展，美国已经开始准备应对可能爆发的大规模战争了。同时，在8月2号，五角大楼宣布了一项重要决策，即美国国防部将向中东地区增派一个战斗机中队，并维持一艘航空母舰的部署。国防部长奥斯汀在随后发布的声明中进一步透露，他已经下令向欧洲和中东增派具备弹道导弹防御能力的巡洋舰和驱逐舰，并且加速部署更多陆基弹道导弹防御系统，以构建更为坚固的防御网络。这一系列战略调整的背景是美国对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深切关注。近期中东局势呢又再次恶化了，以色列和以伊朗为首的抵抗之狐成员已经进入高烈度的非接触战争状态。中东地区正在面临着全面战争的风险升级。伊朗方面已经发出警告，将对任何针对其领土的袭击采取报复行动，而以色列则誓言要清除哈马斯领导层，以回应该组织在去年10月7号引发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拜登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双方就美国即将实施的军事部署进行了深入讨论，旨在有效抵御可能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奥斯汀已经下令亚伯拉罕·林肯航空母舰打击群将接替即将在今年夏末返航的西奥多·罗斯福航母打击群，继续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这一决定标志着美国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至少到明年初，保持着该地区至少一艘航母的常态部署，
以强化对伊朗的威慑力。至于即将增援中东的新舰艇的具体型号和数量，目前仍处于保密阶段。据消息人士透露，目前在该地区的2艘美国海军驱逐舰正沿着红海北上，准备进入地中海，以进一步增强该区域的防御力量。对此，各位有什么看法？欢迎发表在评论区。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